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Mandarin Minutes 中文十分，我是主持人楚韵。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人生的前16年是在浙江余姚度过的，之后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读书、工作，现在从事程序员的工作。几年前，我的对象想学中文，所以我做了一个自动生成字帖的网站，帮他练习写字。几年后，虽然他没有坚持学中文，我有时会收到用户的来信，告诉我字帖网站很有用。用户的来信让我感觉我在这个世界贡献我的一份力量，所以今年我开始做这个学中文的播客，希望能传播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，给中级的中文学生提供一些有趣的听力练习，让语言学习不那么枯燥无聊。同时，这个播客的语速比较慢，给你思考的时间。遇到比较难的词语，我也会解释一下。如果你在听这个播客的时候觉得不太明白，你可以上这个播客的网站 mandarinminutes.com。在这个网站上，我放了每集播客的文稿。这个文稿有逐字的拼音和英文翻译。mandarinminutes.com 上还配有一个阅读器功能，你可以输入你想研读的文字，阅读器就可以生成拼音和翻译，加深你的理解。在这一集播客和之后几集播客里，我想讲的是我家几代人不同的童年。先讲我的外婆，再讲我的妈妈、我的表姐，还有我自己。我的外婆是50后，她是1950年和1960年之间出生的。我妈妈是70后，我表姐是80后，我是90后。为了做这集播客，我拨通了外婆的电话。外婆先数落我30岁了，居然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明明才28岁。我们那里人喜欢用虚岁，我给不懂虚岁的朋友们解释一下。虚岁的方法是从母亲的肚子里出生，就算1岁，之后每到农历新年加1岁，所以虚岁会比周岁大1到2岁。按周岁算，我是28岁。外婆接着说我气色差，面色蜡黄，问我是不是天天熬夜。我心想，我明明是黄种人，我不黄，谁黄？然后外婆又教育我，要给我的2只猫1个月洗1次澡，不然猫猫太脏。说完了这些，外婆终于同意讲讲她小时候的故事。我的外婆1950年出生在江苏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，家中有6个小孩，外婆是老三。一家8口人住在一个茅草屋里。外婆的爸爸妈妈没钱买瓦片做屋顶，所以屋顶是稻草做的。有时候外面下大雨，屋里面就下小雨。墙是竹板糊着泥。2次天气不好，刮大风的时候，房子不牢固，倒了2次。家里也没有床，大家就睡在稻草和玉米杆子上。外婆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上过学。在中国，没上过学的人不识字。外婆4岁的时候，她爸爸在食堂当厨子。因为家里老婆孩子都吃不饱，当厨子的爸爸在食堂烧晚饭后，大锅里会剩下一些麦糊，他偷偷地把麦糊包起来，
带回家。1958年，外婆8岁了，大跃进也开始了。英文里这个运动叫做 The Great Leap Forward。共产党把人们的田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收走了，连家里的粮食也都没收了。政府希望国家很快富强起来，特别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超过西方国家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政府让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，建立了很多人民公社来管理农民。以后，人们吃的食物也要靠人民公社分配。外婆从没上过学，我问她大跃进的一些细节，她也答不上来。她小时候听大人的说法，只知道解放了。从此一家人都要为农村里的生产大队干活。每个人根据能干多少活，干得好不好，会得到一定的工分。等于一个 credit system， 工分多的人分到的粮食和东西就多，工分少的人分到的就少。外婆8岁的时候，干活干一天只有2分，2分工大概转换成不到1角人民币。她的爸爸干一天农活能分到10分，10分是3角5分人民币，老人一天6分。在田里的日子，外婆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，傍晚7点回到家。随着季节变化，外婆翻土，播种玉米、番薯、荞麦、小麦、油麦、大麦、花生、大豆、蚕豆等等。当时的人们没有马桶，上厕所用的是公共粪缸。这个缸是在一个露天的棚子里。我初中的时候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活着》。书的情节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书中一个人物在上厕所的时候掉进了粪缸，淹死了。每个月2次，外婆从粪缸里挑出有机肥料，走很远的路，再把肥料倒到田里，让土壤更加有营养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人们家里烧柴剩下的灰也可以用来施肥。那段时间，为了增加耕地面积，种植更多的庄稼，生产队决定把河边的烂泥地也开发来种庄稼。因为烂泥地太潮湿，植物容易烂掉，所以生产队安排农民把烂泥都挖掉。生产队里的女人挑不动烂泥，只好排成队，把烂泥传给下一个人。我问外婆小时候有没有机会吃肉，她回答说，有时过年可以吃1次猪肉。有一次过年，外婆的妈妈把猪肉和油豆腐烧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不舍得一餐饭就把肉吃完了，所以晚饭后，外婆的妈妈用绳子把碗吊在屋梁上，就是天花板上，小孩和老鼠就不能偷吃了。但是家里的小孩馋得很。那天晚上，外婆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踩着凳子摸到了碗，每人都偷吃了1块肉。但是从凳子上下来的时候，外婆摔了一跤，拉到了碗，结局是绳子断了，碗也敲碎了，肉和油豆腐都倒在了地上，他们每个人都被妈妈打了一顿。在大队里干活的人，每天可以在食堂吃饭，午餐吃面和麦糊，晚餐吃粥。庄稼1年丰收4次，工分多的人家多分到一些粮食，工分少的人家少一些。大豆熟了的时候，
外婆家会分到一篮豆。玉米丰收的时候，外婆家收到一篮玉米。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，食堂不用付费，虽然为生产队干活的人可以在食堂吃饭，老人、小孩、病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外婆的爸爸在大跃进之后几年生病了，再没有力气种田。外婆的妹妹还小，田里还帮不上忙。食堂里的麦糊和粥很稀，都是水，根本吃不饱。家里的工分少，粮食分到也少。虽然在食堂的家人会尽量省着吃，藏着带回家一些，给家里不能劳动的爸爸和年纪还很小的妹妹吃，但日子还是很难熬。在外婆10几岁的时候，她6岁的妹妹饿死了。那段时间，全国农业生产下降，像我的外婆家一样，中国各地都没有足够的食物，再加上自然灾害，人们都吃不饱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，饿死了几千万人。外婆在田里干活的时候，是由生产队里的干部管着的。大干部开会，小干部管农村里的人劳动。虽然人人都很穷，但是生产队里的干部可以拿到足够的工分，可以把他们的小孩送去读书。外婆13岁的时候，她的爸爸身体太差，不能在生产队赚工分，但是家里又很缺钱，所以开始卖垃圾。他回收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再把这些破东西修修补补，低价卖出。外婆的爸爸把收来的破烂衣服打上补丁，我的外婆就能把这件衣服多穿几年。外婆穿的鞋也是她爸爸收破烂得来，再由外婆的妈妈打好补丁，修好了鞋底。两只鞋子一样又不一样，两只都很破，但是一只是方头，一只是圆头，一只是红色，一只是绿色，一只大，一只小。外婆15岁的时候，她的爸爸妈妈开始为她寻找结婚对象。他们的首要条件是希望外婆出嫁以后可以吃得好，穿得好。当时的婚姻大多数是由媒人介绍的，媒人从我的外公家收取费用，把外婆介绍给我的外公。外婆17岁的时候，与她爸爸还有媒人踏上了去我外公家的路。他们先从江苏省泰兴市乘大巴车到长江北面，接着坐船过江。过了长江之后，跑到汽车站，赶着坐前往无锡的大巴车。到了无锡汽车站里，外婆的爸爸买了第2天去浙江省余姚市的火车票，然后在无锡的汽车站里靠着墙坐了一晚。那会儿刚过春节，天很冷，外婆和她爸爸轮着盖她爸爸的大棉袄，一晚上醒会儿睡会儿。第2天，他们的火车从无锡出发，在上海转车。上海转车要从地下通道走，地下通道黑漆漆的，他们一行人都没有文化，看不懂字，只能跟着车站里的陌生人走。快到傍晚的时候，火车到了余姚。2天下来，外婆只吃了1只馒头和1只粽子。饿坏了的她背着行李，再走了1个小时，才终于到了媒人的家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。
如果你有问题想问我外婆，或者想分享你家人的故事，请在这篇播客以下留言。听了我外婆贫苦的童年，你也可以看看书，了解别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。我推荐《城南旧事》这本书，作者林海音记录了他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成长的故事。这本书是作者由小孩的视角写成，用的词汇和概念都比较简单，很适合中级的中文学生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